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怎样在家里做出香酥好吃的油条，吃起来不油腻，放凉了也不疲软，是老爷子特意总结出来的一种最适合在家里做的方法。比较重要的环节也做了一些参考的标准，就算没有经验跟着步骤一步步来，也能做出香酥好吃的油条。首先咱们来和面，现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快速复方油条蓬松剂了，也是很安全的一种材料，是500克的中筋面粉，就是家里做包子馒头最常的面粉，加入20克，简单的搅拌一下。简单搅拌一下之后，再加入320克的水，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做油条的方法有好几种的，但是都大同小异啊，都是让油条起到蓬松的作用。油条蓬松剂就是把几种需要的材料都混在了一起，包括调味用的盐都加进去了，按照比例往面粉里添加就行了，这样使用起来就更简单了。但是要注意啊，可能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用量不一样，所以一定要先看使用说明再用。那把面团揉光滑，揉到很轻松，能拉长还不断，就像视频里这样就算揉好了，和做馒头差不多，10分钟左右就能揉好。有和面机的话就更方便了。接下来就在面团上抹点油，用保鲜膜包起来，直接醒发了。等面团醒发好了之后就来制作，可以上下左右的多撒一些面粉防粘，把面团取出来，也不需要再揉了，直接擀成一张面皮。那趁着制作的时间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醒发的小技巧，因为醒发这一步很重要，醒发不好，油条肯定就不蓬松嘛。但是醒发和环境、温度、配料都有关系，还需要一定的经验来判断。考虑到很多朋友在家做经验并不多，所以老爷子尝试了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把家里的冰箱调到0上5度，保鲜膜包起来之后放在冰箱里醒发3个小时，时间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啊，到4个小时、5个小时也是可以的。这样把环境、温度统一一个标准，就算没有经验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做。不过这个方法暂时只适用于今天用的快速复方油条蓬松剂来做，别的配料还没有尝试。那如果是不放在冰箱里，就用50度左右的温水来和面，用保鲜膜包起来室内常温醒发30分钟左右也行。这个是使用说明书上的方法，不过需要一定的经验来判断。如果是放在冰箱里，就不用温水了，常温的水就行。那把面皮擀到有15公分宽、0.5公分厚就差不多了。之后每隔2指宽切成条状。切成条状之后，每隔1条在中间用筷子沾一点水，然后把旁边没有沾水的压在上面，用筷子在中间压紧实就可以去炸了。炸油条的油温不能太高，大概是190度到200度之间就行。油需要提前加热好，也就是油条胚子做好了就得立马去炸。如果有温度表的话，可以测一下；没有温度表也很容易判断，就是扔进去一小块面团，扔进去的时候是沉在下面的，大概几秒钟的时间就飘上来了，就证明油温可以了。最后把油条的胚子拉长到大概有25公分长，下入油锅，大概1分半左右就能炸好。如果中途油温高了，可以适当的调小一点。制作油条，早餐摊上都是刷上油来防粘，为什么咱们制作的时候是撒了一些面粉？撒面粉，一个是后续好清理，第二个是更容易操作。如果是抹油的话，胚子会比较软，害怕很多朋友操作不了。而且理论上是每500克的面粉加350克的水，咱们刚开始和面的时候是加了320克，也是为了这一步更好的操作。以后经常做了，有经验了，把面团和得再软一点，效果还能更好。那操作的时候不要太用力，得用巧劲儿，力气太大，炸出来的油条用手拿捏的部分会发梗不蓬松。油的话可以用玉米油或者是大豆油，这2种比较便宜，而且还能重复利用好几次。用过的油还可以用来炒菜、做各种的饼、包包子、调馅都是可以的。经常做饭是不会浪费的。
那炸出来的油条如果感觉不够蓬松，最简单的解决方法，可以在和面的时候单独的另外多加10克的小苏打，看看能不能解决。因为蓬松剂里面本来就有小苏打，感觉不够蓬松，可以加大一点小苏打的用量。这样的话，我觉着只要操作步骤没有问题，就算没有经验，也能炸出香酥好吃的油条了。那考虑到做油条的时间还是挺长的，做一次吃一次也挺麻烦的。按照今天的这个方法，还可以把油条的胚子储存起来，就是在这一步把油条拉长之后放在盘子里，然后快速的放在冰箱里冷冻起来。想吃的时候把冷冻好的胚子拿出来，由于冻得挺硬的，需要缓一会儿，大概15分钟吧。等胚子变软了就可以来炸了。冷冻过的胚子可能炸的时候容易散开，但吃起来是一样的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，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